关于鼠疫，各位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便是，哦，跟黑暗中世纪末期挂钩，文艺复兴的驱动力，人们对神产生了质疑，最终人们被大折磨后，又要被小折磨的500年后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末期。看，水杆菌液，罪魁祸首，有多么罪魁祸首呢？欧陆5的玩家见了这种可爱的动物，都虎躯一震。天哪，我的人民被老鼠啃食殆尽。相比 EU5，这个 CK3 的玩家稍微好一点，开个历史发作，鼠疫只在后期出现啊，折磨你的反而是其他那种稍不留神就把你的亲儿子亲女儿带走的那种小瘟疫啊。实际上，在《传染病学》这本书中，褐家鼠、黄胸鼠这类大鼠反而是这种次要宿主，真正溯源主要来自于旱獭这个动物啊。先说明一下，这个旱獭呢就是土拨鼠啊。在这里我就放几个病例来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鼠疫杆菌的那种真正威力。这些都是00几年的病例，主要集中在西藏地区啊，毕竟那里就是土拨鼠的根，对吧？第一例，男，24岁，非常健康，爬山的时候摸了摸土拨鼠，注意看这里的时间啊，10号摸的，13号就出现症状啊，非常类似于感冒，15号人就没了。再下一个病例，04年秋，女，25岁啊，自家土狗跑去捕猎土拨鼠啊，然后他也只是跟这个吃了土拨鼠的狗睡了一块啊，第4天就出现症状。注意，这个女主人是没有吃土拨鼠的，也没有碰啊，短短2天啊，人就没了。下面的文字我们可以明显的让各位感受到这种鼠疫杆菌的强大呀。由于他的爸爸非常担心他，于是把他给接回家。一家人包括爸爸妈妈和哥哥都有接触史。女儿去世后的短短2天，父亲就出现症状，再2年后人就没了。女儿的葬礼如期举行，这一家子就把鼠疫带给了邻居，14例中就有6人去世，非常恐怖。也许是鼠说在突破马尔萨斯陷阱的过程中惹到了旱獭，或者是旱獭在游猎的时候跟鼠说眉来眼去。当这些鼠鼠与人共生的时候，一般来说情况还不严重，毕竟在睡觉的时候被老鼠上身吃了的概率可能有，但不至于大规模爆发。不过的是跳蚤来了，于是这个故事就非常熟悉了。我们还是把聚焦点放在鼠畜身上的跳蚤里的甲结核耶尔森菌上。其实各位有没有想过，同样是菌，为什么属于杆菌的一个近亲开头叫甲结核呢？实际上同样是杆菌大家族，就像我们第1期视频所描述的那样啊，巨噬细胞的溶媒体啊无法吃掉这个结核杆菌干不掉，那就包起来，防止进一步扩散，聚集形成这个肉芽肿。而属于杆菌呢，这个就猛多了。在《传染病学》这本书里就描述了它的抗原性和毒力极强，并且随身携带着 T3SS 这类注射器，见免疫细胞注射之杀之。什么？沉默的刺客如何达成？把看到你的都干掉，不就完事了吗？当然，现代医学之下有了抗生素，情况还稍微可以着手。像上述2个案例都在05年的偏远地区，很容易出现缺医少药的情况。最重要的是一开始的不重视，误解成感冒，就像案例1的年轻男人一样，随便吃了点非甾体抗炎药，却未使用抗生素进行治疗，短时间内就撒手人寰。而案例2呢，更多像一种无妄之灾。一般人想到鼠疫可能更多是家里有老鼠呀，或者人传人这种情况，你想破头也不会想到自家的狗跑去打猎跟你睡一觉就感染了。理应来说，像鼠疫杆菌这种急性传染病，顶多爆发是瞬间灭村的级别，不至于会快速扩散到的程度。但是在多条件的配合之下，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城市化与大粪、金帐韩国扔尸体、热那亚的良心船队，以及在微观程度上一篇论文提及属于杆菌菌株的基因突变，这一来自德意志地区的进化头彩，欧洲人民最终还是不可避免的迎来了自己的命运。OK， 我是百元面云，我们下期再见。